你负了我，皇额娘，皇额娘，你答应过的，选秀一过，哭什么？皇额娘还在呢。皇额娘和皇上肯定还有话要说，咱们姐妹还是在殿外守候着。老十四呢？怎么还不见老十四？皇额娘，您糊涂了。皇额娘快不行了，你能不能让额娘见见老十四？皇额娘，儿子是在孝义仁皇后的膝下长大的，不比老十四是您亲手带大的。儿子陪伴您的时间不多，这种时候就让儿子陪着您吧。你就是不肯放过老十四吗？额娘知道你的脾气，所以一直不说，也不敢说。可是如今，就当额娘求你吧，放了你弟弟吧。朝廷的事，皇额娘就不必操心了。皇帝，你幽禁皇亲，手足相残，连自己的弟弟都不肯放过，你会落得六亲不认、骨肉分离的地步。不是儿子要这么做，是他们逼的。哀家从低微的秀女，一步一步成为妃嫔，为了自己，为了你的皇位，费尽心机。难道老了，却要眼睁睁地看着你们骨肉相残吗？皇额娘，你无需再管这些琐碎的事了。先帝在天上看着呢，你连亲弟弟都不放过。当年你是怎么样争得皇位，先帝都看着呢。儿子如何谋夺皇位，皇额娘桩桩件件都参与了。皇额娘和隆科多的事，儿子隐忍不发，又真心爱护纯元，善待宜修，儿子已是孝顺之极。有些话，皇额娘实在是不必说了。儿子也很感激皇额娘，替儿子料理了隆科多，让儿子免遭恶名。皇额娘，睡吧，我长大，长大把钩落下。
这样哄孩子的歌，你从来未对我唱过。你能为我唱一遍吗？好额娘。从寿皇殿回来了。听说皇阿玛伤心，儿子放心不下。过来。如今你皇阿玛虽然伤心，但还不是最要紧的。那儿子就放心了。额娘不放心的人是你。如今天气热，你皇阿玛坚持守灵，以致数度昏厥。眼下你是皇上眼中最懂事理的皇子，若此刻不替皇上守在太后灵前，那得落下多少口舌？儿子愚钝，儿子只想来看看皇阿玛。此刻你尽孝灵前，比什么神堂都要紧。这些都是小女子的心思，别太拘泥于小节了。是。额娘先去寿皇殿替你看着，你放下神堂就过来。皇阿玛，儿子来向您请安。寿皇殿一切妥当，请皇阿玛放心养病。皇上驾到！皇上请安。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今儿是元宵。朕见过了百官就过来了。雪天路滑，跟着皇上的人也该格外仔细些。朕一路过来，见到宫里元宵节并没有铺张，很好。坐。谢皇上。太后过世才不久，臣妾觉得一切从简为上，也算是一点孝心吧。皇后说的有理。熹贵妃、鸿雁和灵犀睡得还好吗？早起进得香不香？静和还哭吗？在阿哥所一切都安好，乳母们照料得很细致。皇上日日都要见3个孩子，还这样放心不下，果真是慈父情怀呀。不止皇上，臣妾这个做额娘的，就算日日见到这几个孩子，也总有操不完的心。是啊，熹贵妃这样操心，人也憔悴了许多。到底还是做额娘的，事事都要思虑周全。皇后娘娘母仪天下，是天下所有臣民的母亲，要操心烦忧的事，自然比臣妾多得多。皇后长久的不做深生母亲，自然不记得照顾一个年幼的孩儿是多么繁琐劳累了。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行礼啊？恭喜皇上，延禧宫的安嫔已有3个月的身孕了。果真吗？太医已经诊过脉了，千真万确。恭喜皇上，恭喜安嫔。快坐，快坐，快坐，都坐下。皇后瞒得一丝不漏，但等安嫔胎下稳固之后才道出，还真是用心良苦啊。安嫔的身子本来就弱，以前月信紊乱，自己也是到了3个月的时候才晓得。他父亲还在狱里，他也不敢张扬。也是本宫有意防范着，以防哪个妃嫔错了主意，又走了当年齐妃的老路了。皇后说的是，臣妾奉旨协理6宫，一定尽心协助皇后保全安嫔的龙胎。
熹贵妃这样明白大体，真是再好不过了。皇上，安嫔身子孱弱，又为她父亲的事情忧心不安，为请龙胎稳固，也为宽慰安嫔，臣妾请求晋安嫔为妃位。妃位原该是有4个，只是臣妾也是为皇嗣考虑，若是不晋封，只怕六宫议论起来，他是为他父亲所连累，这样更叫安嫔伤心，如何还能安胎呢？皇后心意已定也就罢了，从前安嫔的封号都只是以姓为号，如今有了身孕，身份更为贵重，该让内务府好好拟定封号来选，才显得郑重其事啊。就让内务府去办吧，熹贵妃有心了。如今六宫妃位多选，妃位上能够4角齐全，也是好事。娘娘不大舒服啊。安陵容怎么会有身孕？是啊，她不是用过西鸡丸吗？怎么会有身孕呢？这东西虽然伤身子，但也未必会绝育啊。这下皇后可有精神了。今日皇后再次提起安陵容的父亲与安胎一事，为保皇嗣，只怕不日便会把安比怀受贿一事一笔勾销。万一安陵容要生下个皇子，那皇后手中就有2个皇子，无论哪一个被立为太子，那咱们以后的处境……皇上万福金安。你怎么过来了？起来吧。果然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看皇上神气红润，就知道安妹妹的身孕有多让皇上高兴了。一向看着蓉儿身子娇弱，没想到胎相倒十分安稳。可见安妹妹的孩子有多贴心，将来必定十分孝顺懂事。你来的正好，朕一个人看书正乏味呢。臣妾想，皇上为安妹妹的事儿高兴，这午膳一定是敞开了胃口吃的，这时候定会觉得腻腻的不消化，所以臣妾特带了一份点心给皇上享用，不知可好？咱们心有灵犀啊！这莲叶羹是取新鲜的嫩莲叶，在日出前摘下，熬汤的水都是莲叶上的露珠，都是去年收起来的。藕粉桂花糖糕，入口香甜，皇上尝尝。以前梅庄宫里的这个藕粉桂花糖糕做的最好。皇上想着姐姐，吃着喜欢，便是怀念姐姐了。给皇上请安，给熹贵妃请安。什么事？回皇上话，内务府拟好了给安嫔的封号，请皇上过目。你来帮朕看看吧。字的意思倒还都好，这个素字，刚得克就约素，冒功心境约素。倒是这个文字，好像更对安妹妹的性子。蓉儿静默谦顺，乃礼仪人也。这个文字的确更贴切。文这一字，可以说是文静有礼，但更多的时候是形容一个人富有诗书气自华。若选了这个字，只怕安妹妹会多心了。那便只剩个丽字了。丽字，容颜姣好，是成双成对的美意，又可指伉俪情深，果然是极好的。怎么了，皇上？这字不好吗？安嫔是朕的妾室，怎么能跟朕
夫妻伉俪呢。如果朕真的用了这个字封他，传出去，文武百官又要议论纷纷，说朕太过宠信妾室。苏培盛，奴才在。传旨下去，告诉内务府这几个字都不好，让他们重新选来。其实何必麻烦内务府？皇上只一个字给妹妹做封号，那是再好不过的了。一时间朕还真想不起来，不如你帮朕想一个。这样的事，臣妾怎么做主啊？这样，你写出来，朕看不合适的，朕再帮你改。皇上看，可好？离能歌善舞，性情又像黄鹂一样和顺，而且黄鹂又是两情缱绻的鸟儿。皇上，奴才听说黄鹂多子，正如安嫔如今怀了孕，这不是多子多福吗？这样说来的确不错。苏培盛，去传旨吧，再请皇后择个吉期。师傅，今儿个怎么了？这么高兴？安嫔娘娘得了个好封号，怎么不高兴啊？哦，去跟雀鸟司说要50只黄鹂鸟，咱们去给安嫔娘娘贺喜。想什么呢？这样出神。今日安妹妹大喜，倒叫臣妾想起来当年入宫的情景。臣妾与安妹妹还有梅姐姐是同日入宫，又一直情同姐妹。梅庄在的时候，朕没有好好待她，现在想起来，心里不安呐。如今臣妾已经位列贵妃，安妹妹也封了离妃，梅姐姐虽也封了惠妃，但世子追尊还未定。臣妾想求一求皇上的恩典，再赐梅姐姐一份哀荣吧。逝者已逝，生者也不能为他们多做些什么，那就依你所言，以表追思吧。皇后病着，这事就交由你处理。是，既然说了，那臣妾就斗胆再求一份恩典。齐妃是畏罪自戕，依例是不能追封的，但三阿哥渐渐大了，也得顾及他的颜面。既如此，那些已故的嫔妃就一起追封了吧。年羹尧与隆科多都已伏法，朕也不想落个苛待后宫的名声，就封华贵妃为皇贵妃吧，也算是尽朕的一份哀思。说起追封一事，倒叫臣妾想起了今日皇后在景仁宫说的一句话。哦，皇后娘娘说六宫妃位多悬，臣妾也是这样想的。宫中不乏比臣妾资历深厚、德行贵重的嫔妃，臣妾忝居高位，常常自觉不安。说起来，六宫之中也是许久没有大封过一次了。皇后不提，朕都疏忽了。臣妾也是这样想，已故者可以放一放，倒是宫里朝夕相处的姐妹，该好好尽一尽位分了。后宫和睦，对皇上的前朝也是有所注意的。臣妾只求皇上一样，无论如何加封宫中各位姐妹，只请皇上一定要以端妃姐姐为尊，居于臣妾之上，否则臣妾终究难安。端妃进宫最久，皇贵妃这个位子本也当得，只是朕心里总是更属依于你。皇上心里有臣妾，臣妾心里明白，不愿在名位上计较。既如此，
那朕就册封端妃为皇贵妃。朕早些年很委屈了静妃，她又素性温和，就册为贵妃与你并尊吧。另外，新贵人也是伺候朕多年，就册为新嫔吧。皇上思虑周全，臣妾是万万想不了那么多了。您哪里是想的不周全，不过是等着朕开口罢了。你为别人求了这么多，又为别人谢了恩，自己怎么不求一点恩典呢？臣妾有皇上的宠爱，便是最大的恩典，别无所求。这熹贵妃的意思是让咱们和礼部商议着安排大封六宫的典礼。这些个日子当差，你们要打起12分的精神，这可是宫里头的大喜事儿，别出什么乱子。看见册封的单子了没？这以后啊，后宫谁说了算？你们都得警醒着点儿啊！我告诉你们，这永寿宫的差事就是第一要紧的差事。多谢总管提点。还有，给安平定封号的差事，是你们谁去办的呀？是奴才。你们想要巴结，也得知道自己巴结的是谁，该不该巴结。来人，拖出去打40大棍，扔进慎刑司服役去吧。奴才冤枉了！这安嫔呐，封了丽妃，眼瞧着是得宠，可你们要是瞎巴结，得罪了人，自己个儿都不知道，那就活该被打死。小主不能不高兴啊，得看腹中的皇子呢。虽说是封妃，封的什么号？内务府的人给我选了几个封号，怎么就挨了打了呢？怎么就被打发到慎刑司去了呢？许是他们做别的事不好吧？还能有什么事儿？还不都是为着我的事儿？他们给我选了几个好听的封号，就挨了打了。这不是满宫里告诉不许对我好吗？谁敢呢？小主怀着龙胎，内务府不照样把好吃好喝的送来？不是最好的，他们还不敢呢。哼，我何尝不知道？还不是为着我这个肚子。倘若没了这个孩子，小主不许胡说。外头什么声音？叫得我头疼！赶出去！都给我赶出去！小主，那都是苏公公让人送来贺喜小主进封的。苏公公的意思，许就是皇上的意思。小主，您可不能让皇上以为您不喜欢他给您定的封号啊！赶出去！都给我赶出去！赶出去！听到了没有？小主，赶出去！我不想听。这是打哪儿飞来的黄鹂鸟啊？还能是哪？多半是离妃宫里飞出来的。本宫抬举他了，就是要让他知道，即使抬举了妃位，他也根本不配。他是不配，还敢说内务府定的封号好？丽子是皇后可用的，显是与皇上伉俪情深。离妃没读过几本书，还敢这样讲？大封六宫，甄嬛占尽了便宜，且让她得意几天吧。娘娘圣明。太医有没有按时送安胎药去？按照娘娘的吩咐，都是最好的安胎药。昨夜太医来报，为了稳定离妃的胎气，已经在烧艾了。4个月就烧艾，真难为了离妃的身子。这些年她也算听话，一直在乖乖的服药，不曾有孕。现在听娘娘的话，用了催孕的药，让龙种待在肚子里几个月，已经是她的福气了。告诉太医，无论用什么法子，务必要使离妃的胎看起来安然无恙。是。今日熏艾到此为止。娘娘，
这保胎药必须每日按时服用，才能确保无虞。另外啊，娘娘一定要保持身心愉快，才能保得平安。3日后，微臣会再来为娘娘熏艾保胎。那微臣就先告退了。太医慢走。宝娟，快把这盒里的艾草拿去倒掉，千万不能让人闻出熏艾的味道。是。娘娘，皇上要大封6宫的消息可都传遍了。皇后提懿旨离妃，娘娘立即提请6宫妃嫔都大封。这下大家伙可都等着要感激娘娘呢。我是不想便宜了她一个人做好人。皇后想抬举安陵容，我为何不顺水推舟呢？有好大家分吗？留着我想要的，减去我认为多余的。其实修剪花枝和整理后宫是一样的，这个道理我明白，皇后更明白。这花，咱们已经剪得很好看了。花叶和人一样，随时都会旁逸斜出，留神着点吧。娘娘说的是。娘娘，燕窝好了，娘娘请用。这素来不都是血燕吗？今日怎么换了白燕了？内务府说，皇后娘娘下旨说离妃有孕，血燕都仅供着延禧宫，其他宫里暂时都只用白燕。皇后可真疼惜离妃，若真要赏她，大可不必这么显眼，一日一日命内务府送去便是了。这一下子全给了她，反而叫6宫非议。这就是皇后的厉害之处。一来呢，让离妃不要得了身孕就得宠忘本，忘了皇后对她的好；二来，离妃在宫中本来就树敌颇多，她得到的恩宠越多，就越有人记恨她。离妃为了保住自己和腹中的胎儿，只能牢牢地靠着皇后这棵大树。不过看样子，他们之间的嫌隙可不浅呢。大人，而且还赏了黄金100两返销养老，可见皇上对小主有多眷顾。等这件事办完，也不枉我辛苦怀这个孩子几个月。本宫可来晚了，好生热闹。姐姐来了，快躺下。如今你是有身孕的人，该好好歇着才是。宝娟，把我收着的羽前龙井拿来，想必熹贵妃也喜欢。是。哎，
我记得妹妹素日用的是一个攒金枝软枕，今日怎么倒用起这个软枕来了？妹妹有所不知，黎妃妹妹如今有孕在身，之前那个攒金枝的软枕虽然是金线绣的，难免有些粗糙。皇上为了让黎妃妹妹睡得安稳一些，特地命人用这苏绣的软枕。这枕头的枕芯啊，还是素玉做的呢，据说最能养神了。我呀，一直用一个连云锦的枕头。前几日呢，皇上刚赏了铝金线的暗花枕，我还爱得跟什么似的。哎，到底是我呢皮糙肉厚，不晓得金线粗糙。哎呀，好香的茶，我宫里的竟比不上这里的一半。姐姐说笑了，我的东西怎么能跟姐姐的东西相比呢？姐姐不嫌弃也就罢了。如今妹妹有了身孕，怎么还用这么重的香呢？可要小心些才好，尤其是麝香。妹妹素爱调香，可别弄错了。姐姐言重了，那香是用鲜花枝子调的，哪里用得上麝香那么名贵的香料？妹妹还说嘴呢。这纱原叫月影纱，是外头供来的珍品，一匹之价不下100金，挂在屋子里，日光再渗漏进来，也如月光柔和。单看妹妹店里这些，便是万金之数。你自己说，旁人宫里的能不能和你比去？可见皇上心疼你。可不是嘛，皇上啊，可看重黎妃的胎了。姐姐若是喜欢，妹妹便送给姐姐，还请姐姐笑纳。我怎好白拿妹妹的东西？话说回来，我是来贺妹妹有孕之喜，再贺妹妹晋升妃位。小允子，来，在。这白玉扇子用来扇凉最好，握在手里也不生热。这红宝石未经雕琢，可以请能工巧匠镶嵌到冠上去。旁的也就罢了，这鸽子血艳红如血，半点杂质都没有，真是好看极了。妹妹哪里能收姐姐这么贵重的东西？妹妹是皇上心中至宝，若不是这样的东西，怎能配得上妹妹呢？为黎妃安胎的太医可在？回禀熹贵妃，是许太医在。见过熹贵妃。如今妹妹是有了身孕的人，万事该格外当心。恰如皇后娘娘所说，万勿像我当年一般不慎小产。今日莫说我送妹妹的东西，任何人送的都要一一验过才好。姐姐说这话便是见外了，妹妹如何当得起呢？妹妹若对姐姐存了半分疑心，必定……说什么呢？也不怕忌讳。我这么做，正是为了咱们的姐妹情分。万一有人要动什么手脚，也不至于有下手之机呀。其实，这位是魏太医，2位太医一同查看，便更妥当些。回禀娘娘，这些东西里并没有半点损伤胎气的东西。是。如此，我和安妹妹都能安心了。安妹妹好容易有了身孕，更要好好保养。今日魏太医也在，不如请他再请一次脉如何？也好多一重保险。多谢姐姐关心，本该听姐姐的话，再多请一次脉。只是这许太医是皇后娘娘举荐的。我与姐姐一样，本该多一重心安。不过，若皇后娘娘知道的话，怕是咱们以为许太医医术不佳呢。那请问许太医，黎妃胎气如何？哦，黎妃娘娘胎气甚稳，您只看她的好气色，便可知一二了。黎妃素爱用香，也无碍吗？哦，无碍。妹妹最善制香，不知今日宫里点的是什么香啊？叫凝露香。姐姐若是喜欢，我送一些与姐姐可好？
宝娟，到我的香料盒子里包好凝露香，送与熹贵妃。是。哎，怎能劳动妹妹身边的人？小允子在，跟着宝娟去取香料。这。可看出什么不妥吗？一时察觉不出来什么，但是微臣心中也有疑惑。娘娘，微臣现在还没有把握，待回去定下来了，再来回禀娘娘。奴才方才去拿那凝露香，有几个香盒子搁在高架子顶上，说是黎妃自己收起来的，不爱用了。奴才看那盒子描得十分精致，不像是不要了的东西。趁宝娟不注意时，用银耳针撬开来拿了几颗，好像也是香蜜之类。香味甚异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本宫召你来是想问一问，黎妃的胎气可还稳当？回禀娘娘，正如娘娘的猜测，黎妃的孩子恐怕是生不下来。你怎么知道本宫猜测黎妃的孩子生不下来？污蔑本宫，罪名可不小。微臣不敢。给黎妃把脉的许太医已经报过胎象平和，娘娘若是相信，自然不会来问微臣。起来说话吧。谢娘娘。你既知本宫疑虑，说实情就是。微臣趁人不觉时看过脉案，写的是胎象平和，不过是普通的安胎药罢了。但是在药材中却增加了艾叶、黄芩、苎麻根和白术等药。别的本宫倒是不知，只是那艾叶却是温经止血的，不到必要时断断不可轻用。娘娘睿智，那日黎妃殿中虽然点了香，掩盖了熏艾的气味，但是微臣依然察觉到有熏艾的痕迹。黎妃有孕4月便已用艾叶，可知已出现出血的状况。此外，黄芩、白术、苎麻根都有止血补气之效，说明黎妃已经有气血两虚，有盗汗滑胎之象。另外，微臣还听说黎妃近日心情郁郁寡欢，只怕月份越大，龙胎在腹中岌岌可危，断断拖不到足月生产。事无完全，诸位太医竭尽全力，或许还能保住黎妃顺利生产。黎妃用艾，已知自己此胎不保。倘若此胎真的不保，娘娘以为责任在谁？若是她自己保不住也算了，否则碰上谁，便是谁倒霉了。此事你知我知，本宫自然不必担着干系。你瞧瞧，这是什么？
养心殿还有事，晚上再来看你。皇上才来就要走吗？朕还有折子要批。那皇上晚上一定要来啊。好。皇上慢走。宝娟，宝娟，小主，你怎么了？快叫许太医！来人呐，快传许太医！黎妃不要紧吧？延禧宫那边上下口风都很紧，看不出个什么。都说黎妃是睡眠不安，动了胎气，不要紧的。哼，但愿如此。熹贵妃吉祥，奴才给熹贵妃请安了。这花真好看。这是今年宫里新开的百合，奴才特意挑了几枝给熹贵妃送来了。这花儿叫狐尾百合。你看那花蕊粉红卷曲，可不和狐尾一样？最难得的是香气清郁又好养活，宫里有水的地方都有的。有没有给黎妃送去？还没有。方才延禧宫说，黎妃睡眠不安，动了胎气，百合最能清心安神了。你吩咐花房给黎妃送去。是，奴才知道了。娘娘，小主现在脉象平稳，并无大碍，微臣这就去准备熏艾的物件了。有劳许太医了。好端端的，怎么会动了胎气？皇后娘娘，臣妾这些日子心烦，觉得这个孩子怕是保不住。肯定会保不住，你的身子早不适合生育了。如果不是为救你父亲，还要稳住宫中的地位，本宫不会让你强行有孕的。臣妾知道，若非娘娘安排，臣妾的父亲自然不会安然无事。可是最重要的事情你还没做。熹贵妃称病，不肯见臣妾。臣妾暂时不能将孩子没有的事跟她扯上任何关系。最主要，她现在送过来的东西都经太医之手，绝无差池。机会是要等的。本宫已经问过太医，你这个孩子至多保6个月，若再不落胎的话，恐怕连你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了。还有1个多月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臣妾知道。太医说了，这段时间切勿动气，也不要与皇上同房，以免震动了胎气，明白吗？是。把安胎药喝了吧，等下许太医进来为你熏艾。记着，这件事情不能宣扬，任何人问起都要说胎相安稳。是。娘娘慢走。小主喜欢桃花，怎送来了百合？花房的匠人们听说这百合能够宁心静神，所以就命奴才折了这些，放在娘娘的寝殿。许太医在，烦您帮本宫看看，那百合有无问题？好的。娘娘，百合确有凝神之效，娘娘失眠多梦，放些百合在屋里确有好处。啊，那就搁那儿吧。这，放这儿吧。百合的送去了吗？都送去了，花房每日都在送。太医也看过那些花苞了，说花苞无事。黎妃呢也喜欢。几日后便是黎妃生辰，皇上自会去陪她，要我们操什么心？娘娘什么都不用操心，就一味躲懒装病吧。我要不躲着她，那日她有什么闪失，要赖到我头上，我可吃罪不起。
呀，写的真好。额娘学写字的时候不如胧月多了。哼哼，我见四哥写了一天的字，手都抖了，还不肯停下。你四哥最用功了。是啊，连皇上都说四阿哥开蒙最晚，天资最高，又肯吃苦，这是你教导有方啊。听说朝廷上对立长之说越来越推崇了。三阿哥年龄最大，又由皇后抚养，自然风头过盛。可是以三阿哥的才智，做个守城之主都是勉强，何能成为明君？所以皇上把希望寄托在六阿哥身上呢。六阿哥还小，能成什么事儿啊？还是胧月最乖巧，学什么都一点即通。哎呀，这丝竹声响了一天，延禧宫还真是热闹。怀着身孕过生辰，自然是大喜。今日这花是我亲手打理的，好不好看？真是好看，娘娘的手艺胜过花房奴才千百倍。那就让花房给延禧宫送去，算是添添喜气。送进去后，要在花蕊上勤洒些水，才能鲜艳持久。皇上，闹了一整天，终于能静下来，好好跟你说说话，喝点酒。原来皇上不喜欢热闹啊。喜欢热闹，更喜欢对着你。好像又大了些。5个月了。再有5个月就要出生了，一定和你一样乖巧。你好香啊！皇上，太医说了，皇上不能跟臣妾亲近。已经5个月了，想来也无大碍。许太医跟朕说过，你一切安好。可是太医也说过，你不喜欢朕留下来陪你吗？两位娘娘，可不好了，丽妃小产了。小产就小产吧，你慌什么呀？回敬贵妃的话，丽妃小产是因为她正跟皇上，皇上自个儿也惊着了。韩珠，你看护胧月，我跟熹贵妃去延禧宫。是。小主，这么多血呀！皇上、皇后，快起来，去看看黎妃。是。小主，这些当主，小孩子，黎妃如何啊？娘娘出了这么多的血，这孩子是肯定保不住了。这孕中不可有剧烈的房事。这娘娘和皇上怎么能情不自禁呢？何况这娘娘，怎么样了？出了好多的血，但太医说，孩子肯定是保不住了。怎么好端端的会弄成这个样子？唉，是朕不好，都是朕。孩子没有了，嬛嬛，
朕又没有了一个孩子。朕以为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为朕生下了孩子，梅儿也生下了孩子。朕以为上天已经原谅朕了。可是蓉儿的孩子，是因为朕才没有的，是朕。没事没事，皇子公主已经平安出生那么多了，怎么会是上天不肯原谅皇上呢？今日的事只是个意外。不是意外。朕不该那么晚了还跟蓉儿喝酒。朕喝了些酒，又是与她独处，朕明知她。其实，黎妃已经有了5个月的身孕了。太医不是一直说她胎相稳固吗？即便是……就算皇上宠爱黎妃，也应该克制自己。朕也知道，可是朕每每与黎妃独自相处，总是情不自禁。前几次因记挂她有孕都没事，今日许是喝了酒的缘故吧。皇上还没有平复心绪，不如来臣妾宫中休息吧。太医自会照顾好黎妃的。黎妃的事再要紧，也要紧不过朝政。皇上去皇后宫中歇息吧。是啊。黎妃这盘棋输了。黎妃这摊没得蹊跷。太医明明叮嘱过，不许与皇上亲近，黎妃怎么明知故犯呢？明知故犯的是皇上，可皇上为何这般把持不住呢？据奴婢所知，近日皇上并不多留宿于延禧宫，反而在宁嫔处住的多一些。会不会是黎妃想蓄意争宠呢？蠢呐！唉，但是这件事儿，本宫总觉得同永寿宫有脱不了的干系。永寿宫一直称病，对外撇得干干净净的。娘娘要不要彻查一下？不能。一旦彻查，就会知道黎妃她这一胎根本就保不住，并查出许太医和我们的关系。到时候连皇上对黎妃的怜悯也没有了，还会牵连到我们。那这事儿就只能含糊过去了。哎呀，没用这一胎扳倒熹贵妃，实在是可惜呀。娘娘不急，没了黎妃，还有的是新人呢。如果黎妃够聪明的话，就会知道一个男人的怜悯和同情，足以让他站稳脚跟。皇上，吃块点心吧。朕没胃口。自从黎妃出事，皇上一直郁郁寡欢，也要保重自己的龙体啊。黎妃怎么样了？还是老样子，不肯见人，也不爱说话。皇上，康常在来请安了。让他进来吧。这臣妾给皇上请安，熹贵妃吉祥。起来吧。臣妾听说皇上近来食欲不振，特地叫人制了些桃花酥来。搁这儿吧。你这个头饰，没心肝的。
是吗？我自己不觉得。小主，皇上重赏了您的父亲。皇上是安慰还是补偿？补偿我从今以后再也不会有孩子了。其实，这孩子一开始就保不住的。我也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的。我也好，这个孩子也好，不过都是被人利用的棋子罢了，迟早都是保不住的。小主，您别这么伤心，其实皇上还是挺在意您的。宝娟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自己好累，从来没有这么累过。可是我知道，等我身子骨好了，我又要受人摆布，又要去斗。可是宝娟，我真的觉得我已经精疲力尽，动不动了。小主，你伤心糊涂了。你下去吧。甄嬛，原是我对不住你，报应不爽，应该的。皇后娘娘，闻闻臣妾今日点的这个香，觉得可好？香味细腻，清新静气呀。臣妾也是新得了这个宝贝，所以极力想推荐给娘娘试试。说到制香，宫中无人能比得上黎妃。那是当然了。吉祥，拿给皇后娘娘看看。是。黎妃宫中的凝露香真是个好东西，似百花清新。就这么一颗好东西啊，当真是个宝贝。宫中啊，若是有谁有这么一小点点，便可留住皇上的心。这到底是什么？皇后娘娘，男女相悦，有时不必动情，可用香药。这香，当真是在黎妃那里得到的吗？皇后娘娘知道，臣妾没有诬陷黎妃的理由。这香有毒没毒？无毒。或许是黎妃一时糊涂，想留住皇上在身边罢了。黎妃小产那日，臣妾就很疑心，皇上酒量不差，怎能喝些酒就情动不能自制呢？明知黎妃有孕，即便皇上要行周公之礼，也不能太过鲁莽。为何如此的不分轻重？黎妃也明知自己有孕，为何不加以制止？所以臣妾就派人去查，结果在那日宝娟倒掉的香灰中找到了这个。臣妾看过内务府的祭当，黎妃生辰前，皇上或是留在养心殿批折子，或是留宿在宁嫔处，一直很少去延禧宫。难不成黎妃为了争宠，仗着自己5个月的身孕，胎气稳固，才出了如此糊涂的主意？皇贵妃，这其中是否有所误会？黎妃胆子再大，也不敢拿皇嗣开玩笑。是否有人陷害啊？熹贵妃的揣测也不无道理。吉祥，你来说。是。奴婢奉皇贵妃之命追查，结果在延禧宫后院看到了倒着的焚了一半的香炉，那灰烬中便有此物。奴婢请太医查证后，又问延禧宫的宫人，皆说所有的香料都由黎妃自己保管。奴婢趁人不防，也悄悄去看过，有几个要紧的盒子都用锁锁住，想来没有钥匙是拿不到的。继续说。奴婢也按皇贵妃吩咐，将所有装有香料的盒子都悉数取来，其中有一种被锁住的香饵，与方才那一颗一模一样，而且
几个有锁的盒子都被束之高阁。听宫女说，是黎妃近期不打算用的了，不知为何又用了？还能为何？用如此下作的手段来争宠，还伤及了龙胎，实在可恶。娘娘别慌，只是搜宫而已。搜宫跟抄家似的，本宫知道永寿宫搜宫过，风水轮流转，今日也来到本宫这里。风水是轮流转的，好日子过了头，坏日子就临头了。日子好坏，也不是你一个阉人说了算。公公，找到了。阉人也是人，说的也是人话。得了，黎妃娘娘，往养心殿请吧。在宫中用这些下三滥的东西，皇上觉得该如何处罚？朕已命人搜宫，毕竟他刚刚失了孩子。褫夺封号将为答应，如何？臣妾以为，黎妃失去孩子已经得到了教训，也算是够了。可是竟敢用此秽物魅惑圣上，秽乱后宫，断不可轻纵啊！虽然黎妃炮制迷情香有罪，但她失了孩子，以后也不能再生育了，也算是得到了教训。皇上就宽恕她这一回吧。而且黎妃调制香料也并非都无益处。当年臣妾的脸被猫抓伤，黎妃就给了臣妾这舒痕胶，果然是药到伤处，连半分伤痕都没留下。请皇上念在她昔日的好处，就宽恕这回吧。我记得熹贵妃被猫抓伤时，是初次有孕的时候吧？是。皇贵妃何以这样问？皇上，臣妾素来体弱，无福生养。刚才熹贵妃说起，臣妾倒想起一事。当年熹贵妃身健体壮，即便是有年世兰的刁难，怎得跪了半个时辰就小产了？如今想来，不觉得蹊跷吗？身体健壮，也架不住有人暗害。魏灵在哪儿？魏灵一直在殿外，等着给皇上请平安脉呢。叫他进来。传魏灵。微臣给皇上请安。你看看这个舒痕胶有没有什么不妥之处？这。此物中有极重的麝香。
以后再也看不到了。熹贵妃的孩子沈眉庄的死，是否都是因为你？既有当初，臣妾早已想到了有今日。离妃，你陪朕多年，从未有过忤逆朕的时候，背后为何竟如此狠毒？臣妾不喜欢离妃这个名字。离妃，臣妾不过是您豢养的一只鸟儿。皇上，你又何曾有一丁点儿喜欢过臣妾？您对待我，就像对待一只听话的小猫小狗，有什么区别吗？至于狠毒吗？在这深宫之中，谁没有狠毒过？有无人指使你？你可有什么要分辨？一切都是臣妾的错，请皇上赐罪。人人都有狠毒的时候，是因为在这宫里，人人都会身不由己。可是你的狠毒，已经超过旁人100倍。朕不让你死，还要保留你离妃的封号。延禧宫便是你的冷宫。等你养好了身子，朕会日日让人长你的嘴，让你日日跪在佛前忏悔你的罪孽。有你作例，看宫中谁还敢放肆？苏培盛，奴才在。带他下去，禁足延禧宫。再不许人伺候。所有伺候过他的宫人，亲近者杖杀，其余变卖为奴，永世不许入京。朕便要看他自生自灭，免得谁杀了他，脏了自己的手。这炷香是为我未能出生的第一个孩子。孩子在天有灵，可以安息了。你看这花蕊的颜色，像极了迷情香。是啊，小允子无意中发现的香料，竟成了咱们扳倒安陵容的关键之物。画坊奴才日日送的虎尾百合，谁能想到，只是那一夜的花蕊中，多了一点儿被洒上水的香儿粉末。安陵容是1等1的制香高手，所以也用香给自己制了粉末。苏培盛说了，延禧宫那里他会照顾得很好，别叫他死了。苏培盛做事知道轻重，娘娘放心。皇上已经下令诛杀安必怀，斩立决，就在这2日。抽个合适的时候告诉他，父女一场，总要哭一哭以尽哀思。是。娘娘，苏公公来了。给熹贵妃娘娘请安。苏公公，娘娘，离妃说想见你。也好，有些事我也想当面问一问他。苏公公，悄悄的，别惊动了人。您放心，有奴才呢。还有一件事，离妃说想吃苦杏仁儿。皇上说了，衣食供应不缺，她还是离妃。
姐姐来了。姐姐瞧着我，是不是老了许多？和从前还像不像？妹妹容颜依旧，只是心不似从前单纯了。若还似从前那般单纯，恐怕在后宫中早已死了几百回了。你知道我的刺绣是谁教我的吗？是我娘。我娘曾经是苏州的一位绣娘，我爹很喜欢她。当年，我爹还是一个卖香料的小生意人，靠我娘卖绣品，给我爹捐了个芝麻小官儿。我娘为我爹熬坏了眼睛，人也不似从前漂亮。我爹便娶了好几房姨太太。我娘虽是正房，可人老色衰，又没有心机，所以处处吃亏，以致我爹在最后连见他一面也不愿意。入宫后，华妃那样凶悍，皇后城府又深，连宫女都敢欺负我，我很怕。我每晚多做梦，梦见我变成跟我娘一样，瞎了眼睛，受人欺凌，生不如死。谁都知道宫里的日子难过，可是日子再难过，再要步步为营，也不该伤害身边的人，特别是一直把你当作亲姐妹的人。曾经，我也以为你是真心待我好。你拥有那么多东西，高贵的出身，美丽的容貌，还有皇上的宠爱，而我却因出身低微，被常世人冷眼，还要因为你的得宠，受到华妃的羞辱。后来我知道了，你待我好，对我处处照顾，施以援手，不过是施舍冷饭而已。你是要我代替沈眉庄去争宠，好巩固你在宫中的地位。自从入宫后，我们三人相依为命，你不愿做的事情，我绝不会勉强你。当日眉庄禁足，我若不与你联手，只能为人鱼肉。这苦杏仁好吃的很呢，在宫中待久了，苦杏仁吃着也是甜的。你不要怨恨我，说我狠毒。其实，我只是有一点不甘心而已。不甘心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做了人家的垫脚石，不甘心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活一回。我不得不争宠，不得不怨恨皇后，怨恨皇上，怨恨一切把我当棋子儿、把我当玩意儿的人。我何尝不知皇后并非真心的帮我？我又岂不知皇上何曾爱过我？可在这后宫之中，哪有什么真心可言？说到底，我还是最怨恨你的，因为你什么都有了，临了了，我却什么都没有。
若不完全昧了良心，你回头自己想一想，你害过多少人？我才不要回头。宫里的夜那么冷，那么长，每一秒怎么熬过来的，我都不敢想。再冷，也不该拿别人的血来暖自己。什么暖不暖的？姐姐，反正你我是一辈子的仇人了。仇人？我不会恨你，也不想原谅你，因为太不值了。是啊，我这一生原本就是不值的。皇后，杀了皇后！抱歉，你的安稳人生终究是被我毁了。这条命，这口气，我从来由不得自己。今日终于可以由自己做回主了。这样的朝霞，恰如我们当年入宫当选那一日，可是心境却不复从前了。娘娘怎么在里面干了那么长时间？丽妃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她也实在可怜。丽妃娘娘没了。这几日天热，听跟你的嬷嬷说，你天天读书到深夜，刻苦归刻苦，身子也要当心。额娘每晚都让人送汤饮来，儿子不觉劳累。那碗汤饮是提醒你到了时辰要休息，而非让你喝了再用功。儿子误会。熹贵妃金安，四阿哥。这夜黑风高的，宁娘娘，你怎么一个人站在这儿？嫔妾奉旨而来，不巧三阿哥正在里面。苏公公说，皇上正在生气呢，叫嫔妾先别进去。朕要你背魏征的《谏太宗14书》，你背得到流利。朕问你，太宗如何能做到垂衣拱手而治？你却支支吾吾说不清楚。难道在书房，你的师傅也没有给你讲过太宗的德政吗？贞观政要已经讲过了，皇额娘也叫儿臣细细读过。你师傅和你皇额娘倒勤俭，你却混账背懒。你5岁上书房，如今也10多年了，竟不知将书都读到哪里去了。朕记得2年前你还能将贞观政要背出好多来，如今竟全都混忘了。亏得你师傅脾气好，换作是朕，在书房看你一天就能气死。皇阿玛息怒。息怒，朕倒是想息怒。是你让朕半刻不得安生。你是朕的长子，
朕不求你建功立业，为父分忧，但求你为你的几个幼弟做个读书的榜样，好让朕少操些心。你却偏偏做出这许多不成器的样子来。皇上生好大的气啊！皇上是天子，自然不似王爷一般随和无拘。王爷还没有孩子呢，但他日若有，爱子情切起来，想必比皇上管教的还严呢。对了，四阿哥，听说你苦读诗书，不知皇上讲的你都会不会背呀？我哪里比得上三哥？我开蒙比三哥晚，宁娘娘说我苦读，也就是我笨，所以要多花些时间罢了。否则进书房师傅要责罚的。这3天好好把文章读通，再不知文艺，便不要来见朕了。熹娘娘好，宁娘娘好。你赶紧进去吧。皇上今儿在气头上，说的话难免重些，别往心里去。父子终归是父子，过几日又好了。是，多谢熹娘娘关怀。你还要出宫回王府，赶紧去吧。皇额娘还在宫里等着问我功课呢。都已经这么晚了，那你明日什么时辰起来上书房呢？寅时3刻。你每日就睡这几个时辰？皇额娘说，笨鸟先飞，我比不得别人聪明，便要比别人勤奋，所以要日夜苦读。皇后希望你争气，你也得爱惜自己的身子。听你皇阿玛说，已经给你物色福晋了，早日成家立业，也好有人照顾你。是，时候不早了，儿臣先告退了。额娘，您看三哥这么用功，我一定要比他更用功，皇阿玛才会喜欢我。方才你对宁嫔娘娘说，皇上说的那些书你都不会背，可前几日额娘才听你背过，而且文艺皆通，字字详熟。额娘凡事不喜张扬，二字耳濡目染，自然明白。你很聪明，母子一脉，儿子当然像额娘了。额娘，三哥是长子，他会不会当皇帝？额娘不知道。可是六弟是额娘亲生的，皇阿玛也最喜欢，所以他会。只要六弟当了皇帝，儿子就高兴了。你六弟还小，而且额娘也不喜欢他当皇帝。我朝的天子，只有贤能者才能胜任，明白吗？是。红石啊，你可有中意的女子了？额娘慈爱，一切由额娘做主即可。你就放眼去挑吧，选中哪一个，自己跟皇阿玛去说。你已经长大了，额娘只能为你安排，不会为你做主的。熹娘娘好。熹贵妃娘娘金安。皇后娘娘万福金安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都起来吧。谢熹贵妃娘娘。今日初次相见，来日还有相见之时呢。三阿哥愈发长高了，难得天气凉快，请你和静贵妃来坐坐，也放眼挑挑，看看有没有出色的女孩子呀。皇后娘娘的眼光极佳，臣妾只觉得个个都是好的。那就慢慢看吧，总会看到一个好的。让咱们来这里，怕来日里如果三阿哥说喜欢谁，咱们能够帮着说一嘴。他怕别人觉得是他一个人做主，就连咱们都中意似的。皇后看上谁了？
皇后娘娘的外甥女儿，穿绿衣服那个叫青樱的。青樱啊，你过来，见过三阿哥。是。三阿哥好。这是你堂舅舅的幼女，你应该叫她表妹。表妹。臣女小字青樱。哇，这花和皇额娘宫中的牡丹一样好看呢。多谢公主夸奖。龙月，过来。龙月，那边的紫薇开了花，额娘带你去看花好不好？本宫宫中的紫薇开得最好，诸位尽可自行观赏啊。臣妾告退。听说阿哥喜食姜香梅子，臣女特来奉上。啊，你说这个，其实也谈不上喜欢，只是皇额娘说梅子生津止渴，姜能暖胃，所以制成果子要我多食。皇后是为了阿哥的身体着想，阿哥应听从皇后之意。你似乎不怎么喜欢小孩子吧？小孩子总是顽皮不懂事，我们做大人的无需和他们计较，也不必理会他们。臣女这身衣服是为了觐见阿哥特意所制，都让别人碰坏了，可怎么好？好吧，龙月过来。这个姜香梅子是你最喜欢的，拿去吃吧。三哥最疼龙月了，吃吧。龙月，走，额娘带你去看花去。大约是我们在这儿，孩子们也觉得不自在。起风了，熹贵妃，本宫要回去更衣了。额娘不见了，熹娘娘陪我去找找吧。陪她去吧。那臣妾先告退了。哎，在这儿呢。哎呀，怎么出来也不说一下？幸好皇后未曾怪罪。她哪有那个心思？她现在心心念念的都是当乌拉那拉氏的荣华富贵，哪会想着咱们？我是看你呀，实在憋得慌，便找个由头让龙月骗你出来。你瞧那些女孩子，个个出挑，可三阿哥好像并不在意。唉，是啊，哎，龙月，你看你三阿哥好像不太开心，快去把他叫过来，让他过来散散心，别憋坏了。快去。三哥，你不喜欢那些漂亮姐姐吗？我不喜欢娇矜的女人，也不喜欢做作的女人。和三哥一样，我也不喜欢。三哥喜欢什么样的？温柔，沉静。三哥是嫌我话多？你呀，最可爱了。哎，这花的颜色怎么和早晨额娘带我来时不一样了？此花唤作美人面，日出变红，日落变粉，就像美人面孔，一日多变，嬉笑怒骂，宜喜宜嗔。这位姐姐便是美人面，三哥说是不是呀？名花，倾国，两相欢。我怎担得起公主叫一声姐姐？公主，我是殷贵人。殷贵人，我怎么没见过？这位是？这是我三哥。三阿哥万福。三哥，殷娘娘也算是我们的额娘，你少在后宫走动，难怪不认识。哦，殷娘娘万福。三哥万福，殷娘娘也万福，你们都万福。
英娘娘一个人在这里赏花，好像闷闷不乐。只是想念家中亲人。不能入宫觐见吗？见了还是要散，聚少离多。我亲额娘去了，想见也见不到了。阿哥不必伤心，虽然阿哥的亲额娘不在了，但无论何时何地，她都会心系阿哥的。她以前做任何事，肯定也是为了阿哥好。多谢英娘娘开解。哎，英娘娘怎么不带个人伺候啊？带个人伺候又如何？陪着的人不是懂自己的人，也是白陪着。有的时候觉得人多会好些，可有的时候又觉得人越多，心里越孤单。阿哥所说正是这个理儿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先告辞了。原来人多陪着还是孤单，只有知心人陪着，才是真正快活了。三哥，你嘟囔什么呢？嗯？哦，没什么，走吧。那臣妾先告退。不必，你也是他的长辈。皇阿玛吉祥。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？今儿的书都温完了？都温过了，师父讲的文章，儿臣也都通读了。那就好。朕改日再问你的书。啊，皇阿玛，儿臣此来就是为了读书之事来请求皇阿玛的。你说。皇阿玛和皇额娘觉得儿臣长大了，该成家立业了，可儿臣觉得眼下是努力读书的好时候，不想沉溺于儿女私情，所以还不想成家去福晋。朕和你皇额娘的意思，原本是想多个人照顾你，可平时有奴才们照顾已经很好了呀。若有了福晋，难免会分心。儿臣自知无能，不能为皇阿玛分忧，所以想好好读书，让皇阿玛放心。你若这样想，朕也就放心了。左右也是你皇额娘的意思，朕也不急。皇阿玛，儿臣也想日后娶个贤惠安静的福晋。是啊，夫妻和睦最要紧。你先回去吧。是。英娘娘的征如昆山玉碎，芙蓉泣露。儿臣拜服。多谢三阿哥夸奖。你倒会听，这首《高山流水》是英国人最拿手的。去吧。是。姑姑就送到这儿吧。格格请留步。姑姑有何事啊？格格虽然一时不能成为福晋，可是娘娘的话在理儿啊。不如先不顾及名分，就以侍妾的身份在三阿哥身边伺候，到时也可以升为福晋啊。姑母当年再不济，也是个侧福晋。如今我倒只能当个没名没分的侍妾了。姑母当真是心疼我。格格不要看一时的长短，忍辱负重吧。
忍辱？难道我受的屈辱还不够大吗？三阿哥看不上我，连皇上都答应不选福晋了。我现在成了满皇宫的笑柄了，那我算什么？还不顾廉耻的贴上去？请姑姑转告，多谢姑母厚爱。格格慢走。娘娘，送出去了。是，格格不大高兴了。有跟他说是本宫的意思吗？格格气性高，断断不肯。哎呀，年轻啊，沉不住气。侍妾又如何？福晋又如何？等到三阿哥继承了皇位，本宫就是皇太后。要皇帝立谁做皇后，谁就是皇后。皇后之位一定要是乌拉那拉氏的。娘娘说的是，格格还年轻，哪晓得这些厉害。可惜呀，她不肯。乌拉那拉氏族还有多的是好姑娘，新的一波长起来，就没有她的事儿了。那是格格不识抬举，还敢拿娘娘当年做侧福晋的事瞎嚷嚷呢。好啊，她喜欢嚷嚷本宫做侧福晋的事，又看不上侍妾，那本宫就抬举她一回，让她知道做某些阿哥的侧福晋，倒不如做三阿哥的侍妾。娘娘，您的意思是，四阿哥也16了，本宫会去求皇上恩典，将青樱指给四阿哥为侧福晋。那不是抬举了四阿哥吗？抬举？三阿哥看不上的人给了四阿哥，熹贵妃又与本宫不睦，添了这么个儿媳妇儿，是谁给谁添堵呢？娘娘睿智，但奴婢有一事不明。前朝已有人提出立太子之事，娘娘为何还让他们多提6阿哥？哼，皇上多疑，最忌讳前朝后宫串通、沆瀣一气之事。咱们该时不时给皇上提个醒儿。这几年，朕总觉得身子大不如前了。皇后说要让弘时大婚，前朝又再提立太子一事。你不知道朕有多厌烦。是不是这些大臣都觉得朕老了，所以着急着要立太子了？四郎年富力强，不必急于国本。三阿哥再好，也需再历练。前朝臣子只是担心四郎辛苦，想有人分忧罢了。纵然要立太子，朕也等着咱们6阿哥呢。有些臣子是该急的不急，不该急的瞎操心。说起来，四阿哥也16了，一提起三阿哥的婚事，臣妾倒也惦记四阿哥的。皇上，您可不许偏心啊！你这话和皇后说的一样。皇后前日还说她有个外甥女青樱，想指给弘历呢。皇后偏心，三阿哥不喜欢的就硬塞给咱们四阿哥。皇上上回还说呢，已经看上了察哈尔总管荣宝家的女儿富察氏。君无戏言啊！朕知道你也喜欢富察氏，富察氏比弘历还小1岁，却也稳重。可皇后说青樱只求侧福晋之位，皇后这样谦卑，朕也不好说什么了。乌拉那拉氏乃是名门，臣妾是怕委屈了皇后的外甥女。皇后愿意，朕也不能不给皇后这个面子。哼，也好，这终究是咱们四阿哥占了便宜去了。今儿天气好，咱们出来走走。天天这么待着呀，人啊非发了霉不可。如今是9月了，你有没有让你宫里人替你折柳枝啊？这是为何？柳同流是同音的，又在9月，就是要皇上久留的意思啊。我不信这个。你现在呀正得宠，自然不信这些。
哎，那不是王爷吗？果郡王。哎呀，许久不见王爷了。自从成亲有了家室之后，王爷可不比以前逍遥自在了。如今一左一右2位侧福晋，若架住了王爷，可真是插翅也难逃啊！静贵妃总是那么风趣，许久未见，熹贵妃别来无恙。劳王爷挂心，本宫身体安康。不知王爷今日为何入宫？久未进宫，今日来向皇上请安。风大，王爷还是披上披风吧。多谢。你我夫妻，王爷何必客气？这位便是贤福晋吧？妾身果郡王侧福晋孟静娴，向熹贵妃请安，愿娘娘长乐未央，万福金安。快请起。大婚那日，贤福晋病着，咱们原是第一次见，既是一家人，何须这样客气呢？早该来向熹贵妃请安的，奈何身上一直不好，所以今日与王爷一同入宫，是向皇上请安，也是向各宫娘娘请罪。本宫与皇上都挂念福晋身子，今日玉隐怎么没同来向皇上请安呢？真是没规矩。贤福晋既和玉隐一同服侍王爷，得闲时也要替本宫好好教导他。今日田庄上来报节上的收成，玉隐在府中料理，所以就来不了了。玉隐妹妹善于料理家事，不像我，身子不好，只会拖累旁人。福晋过虑了，听闻贤福晋颇通诗书，怎能说是拖累呢？静娴，你别多心了。玉隐妹妹是娘娘的义妹，娘娘若不嫌弃妾身愚笨，只把妾身当妹妹看待好了。福晋太抬举本宫了。时候不早，别让皇上等着。哟，哎呀，果郡王待贤福晋果真是亲厚啊，绝不逊于熹贵妃妹妹的义妹啊。看来这一左一右2位侧福晋真是平分春色。果郡王，你可真是多情啊！告辞了。应凭您才到，娘娘就回来了。妹妹倒难得过来坐坐。娘娘一向都这么多人伺候吗？没事的话，就都先下去吧。御花园风冷，怕娘娘的心口被冷着了，先喝口热茶吧。你见到了？贤福晋痴情之名耳闻已久，百闻不如一见嘛。妹妹又躲在哪儿看好戏呢？这做人辛苦，到哪儿都得演戏，而这宫中更处处都是好戏。你倒不认为贤福晋是逢场作戏？有些事你看着太假，人家却是情真。娘娘只不过看了一回，便心下不舒服。不知这贤福晋的痴情，日日落在玉福晋眼里，又是如何？玉隐不是那样的人。别小看了女人的嫉妒心。自成婚以来，王爷只同玉福晋一同进宫，而现如今，这贤福晋的身子有些好转，只怕玉福晋料理家事之余，要异常冷落滋味了。不会，到底如今玉隐和贤福晋是平起平坐。正因为平起平坐，势力平衡，
王爷稍微对谁好一点儿，另外一方若心胸狭窄起来，势必不能相容。王爷为什么要娶玉隐？娘娘比我更心知肚明吧。那张小相怎么会无故轻易调出来呢？王爷不是那么不谨慎的人。木已成舟，宁嫔应该明白，握在手里的才是最可靠的。只是你我一早便没了玉隐这样的机会。他虽是私心，却也无可厚非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玉福晋，别诛灭了自己的良心才好。我先回去养养精神，日后怕是好戏不断，不能不看呢。先告辞了。娘娘知道这宫中妃嫔为何都爱吃甜食吗？大约是心里苦，只能吃些甜食来弥补。那娘娘也多吃几颗。其实宁嫔的话，倒真不必听进心里去。也是。过2日，玉隐就要进宫请安，你早些备下她喜欢的吃食吧。好。贵人，三阿哥，你应该叫我英娘娘。只有你我在。英娘娘万福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三阿哥有什么话说？哦，我把你弹的那首《高山流水》改成了唱曲，你听见了吗？三阿哥不要这么说，要是皇上知道你不务正业，又要责骂你了。我就知道，这宫里只有你关心我，明白我。这2天让歌记排曲子，听见有人在唱英贵人弹的《高山流水》，好像是三阿哥找人按英贵人那个征的曲子排的。您是说，现在三阿哥是皇后的养子，皇后又是他的额娘，这事关重大，找人留意着。是。你在我这儿已经待了好几日了，你再不回去，王爷会担心的。王爷待孟静娴比待我亲近，府里的人也竟渐渐势利了起来，回去也没什么意思。娘娘，国郡王府的贤妇进来了，说是来给娘娘请安的。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，可见背后不能说人。长姐，我不愿意见他。平时在府里已经看够了他缠着王爷了，想躲到这儿避开他，得些清静，竟也不能如愿。眼不见为净，你去那边躲着，我来打发他。娘娘，去请。熹贵妃娘娘吉祥。起来吧，坐。今日怎么得空来坐坐？刚才过来给皇上请安，顺便看望娘娘。对了，听闻玉隐妹妹这2日住在娘娘这儿，怎么没瞧见她人呢？真是不巧，
他去了静贵妃那儿，说要给胧月公主裁制衣裳。玉隐妹妹很喜欢孩子呢。喝杯茶。娘娘的茶好香啊，只是妾身不宜饮茶，否则真想品一品这好茶。怎么，贤福晋身子不适吗？太医说，妾身有了1个月的身孕，胎气未稳，所以暂时不宜饮茶。哎呦，这毛丫头是刚入宫的，毛手毛脚的，连个衣架子都不会擦，惊了娘娘了。哎呀，你这丫头怎么回事？弄倒了架子还不快扶起来？不许哭，二位娘娘还在外面呢，免得扰了娘娘。那当真是大喜。丫头不懂事，一时奴婢管教无方，还请福晋恕罪呢。新来的丫头都有些毛手毛脚的，我们府里多亏了玉隐妹妹能干，若换做妾身，怎么能看得住下人呢？玉隐再能干，也不及贤福晋为果郡王诞育世子的功劳。自妾身嫁入王府以来，一直听闻王爷钟情玉隐妹妹多年，才纳入王府。玉隐对王爷情深意重，自然，福晋对王爷也是如此。王爷对妾身只有同情而已，也只有妾身自己知道腹中的孩子是怎么得来的，因为只有有了孩子，才能让王爷的心居留在妾身身上。可是近日妾身发现，玉隐也是这般努力的投其所好。若是王爷真如外界所传，与玉隐妹妹两情相悦，他又何须这般费力讨好？福晋既已嫁入王府，本宫倒不妨把自己在宫中多年的经验讲与你听。疑心一生暗鬼，很多事你越多想越易生事，不多虑的才是聪明人。但愿如此。可是妾身实在参不透里面的原委。本宫说了，贤福晋是孕中多思了。如今妾身是王爷枕边人，许多事除了枕边人，外人是瞧不出来的。夫妇之道，这是应当的。妾身告退。孟静娴她太聪明了，她的猜忌迟早会害了王爷的。她深爱王爷，会以王爷的利益为重的。只是她现在有了王爷的孩子，我在这王府还有什么立足之地？孟静娴腹中才是王爷名正言顺的孩子，你也是这孩子名义上的母亲，自然有你立足之地。你是钮祜禄家的二小姐，果郡王的侧福晋，应当贤良淑德。我既深爱王爷，自然不会亏待了他的孩子。只是长姐，我心里苦啊。从前之事皆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眼下。皇上器重孟静娴，这又是果郡王府的第一个孩子，你一定要照顾好他，断不可有闪失，啊！我欲与君相知，长命无绝衰。
我欲与君相知，长命无绝衰。三阿哥，我听您念叨这几句诗，已经念叨好几天了。小乐子，我不好吗？好啊，怎么不好了？您是天之骄子啊！天之骄子有什么用？真正关心我的，只有他一个人。谁啊？你说我是满心满肺的话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才好啊。主子，不能说，那就写吧。哎，还是你聪明。你皇额娘召你去，是为了什么事？皇额娘说儿子年纪大了，皇阿玛要给儿子指婚。富察氏是个好孩子，额娘很放心。儿子相信额娘的眼光，只是儿子年幼，有福晋就够了。可皇额娘还要将乌拉那拉氏指给儿子为侧福晋。额娘可知道，那乌拉那拉氏是……额娘都知道。皇后要你娶，你便娶吧。无谓为这些小事得罪他。可是那是三哥不要的人，三哥不要的人却给我。三阿哥不要你却收容他，那才是你的大度。三阿哥纵情任性，正好成全了你。不过是个侧福晋，你娶回去好吃好喝的带着就是了，又没有人逼你和他举案齐眉。是。你若真不喜欢青樱，额娘已经替你看好了一位，照顾你的高氏，温柔贤淑。额娘也知道你中意他，等再过2年，额娘让你皇阿玛照样赐给你做侧福晋。是，额娘替儿子筹谋，儿子懂得大局，一定不会让额娘为难。那就好。给娘娘请安。苏公公请起。皇上请娘娘去养心殿一趟。本宫即刻就去。皇上万福金安，皇后万福金安。这是怎么了？